在地形复杂或人烟稀少的地区，比如城市周边或偏远地区，通常会看到架空电塔，它是用于支撑输电线路的重要基础设施，用于构建电网系统、长距离输电和分配电力。它可以将电力从发电厂或者变电站输送到远处的用户。如果需要爬上电塔维修时，就必须先断电。而如果用传统方法直接断开电闸，会产生巨大的电弧火花，可能会导致电缆烧断或电塔损坏。假如这是一条40万伏的高压线路，如果线路突然间被断开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断开线路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并不会产生什么意外状况。那假设是一条40万伏的高压线路突然把电闸断开，那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首先，在断开的一瞬间，会在2个接触端产生一条能够穿越空气的电弧火花，这意味着线路中的电流依然能通过电弧通路相连。我们先看一下现实中直接断闸情况。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，电极之间的空气被电离，产生电子和离子，从而形成导电的通道。我们再看看第2个案例吧。留意顶部的闸杆即将打开一瞬间，其实归根的原因就是，当高压电场超过空气的绝缘能力的时候，空气的分子就会被电离。所以按传统的方法是很难使高压线路完全断开的，因为电弧非常不稳定，也很难熄灭，而且产生的电弧会释放出近1000度的热量，会把两端触点烧融损坏。因此，想断开这种40万伏的高压线路，通常需要采用一种特殊的设备，称为 SF6 断路器。下面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，这种使用 SF6 气体的断路器是如何工作的。所有3箱电路都是相同的结构，主线从上方延伸下来，经过内部的连接器，再从这里输出，而控制断路器的机械部分就在线路的下方，如图所示，就是箭头所指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到断路器内部看，上面这条铜芯杆是固定的，而下方这个铜套筒是可以上下移动的。当套筒往上移动套进铜杆时，线路就会处于接通状态。控制套筒移动的是断路器下方的机械装置，就在铁塔底部的这个箱子。机械控制箱内部有2个压缩弹簧，在电路接通时，弹簧处于被压缩状态。这里有个锁扣卡住杠杆，紧拉着下方的弹簧令它收缩。而在这个卡扣下方连接着一个继电器，控制着卡扣的插销。当线路出现故障时，这导致电流异常增大。旁边这几个护感器，它能监测电流的变化，会把异常的情况反馈给断路器内部的继电器，告诉它线路出现异常，你该跳闸了。控制卡扣这个柱塞就会往外顶。我让这个动画慢速100倍，可以看清楚它是如何运作。卡扣脱落后，下面的弹簧被释放出它的张力，它会以非常高的速度向下推动拉杆，原理就跟这段影片所展示的一样。把弹簧预先压缩，把压力释放后会马上回弹，再回到正题。而拉杆上方连接的一套小齿轮箱，通过一条轴心连接3箱断路套筒，就像视频中这样，拉杆能控制它转动。连接轴的转动会拉动让铜套往下移动。这气缸内充满了 SF6 气体，它的化学成分是6氟化硫，是一种不燃无臭无毒的惰性气体。它的绝缘强度是空气的100倍，具有很高的绝缘性能与热稳定性，并且具有很好的灭弧性能。当断路器分闸时，2个接触头之间会产生巨大电弧，此时 SF6 气体会被电弧分解电离，电离产生的高能负离子与电弧中的正离子相互碰撞，使电弧的导电性降低，最后全部转化为热能。可以简单的理解是，电弧把 SF6 气体分解了，但同时 SF6 气体把电弧能量给消耗了，跟用2氧化碳灭火器去灭火是相同的道理。等到断路器这边完全断开后，再回到手动断路器这边，把隔离器打开，起到双重安全的保障。但是如此强大的电流突然断开，高速流动的电流将从断路器的触点向后反噬，异常增大的电流可能会导致它后面的电器设备损坏，比如变压器或发电机。所以除非遇到突发重大情况，否则高压输电线路不会随意断开。
当然，有时候线路也需要重新分配或者维护的措施，来应付这种突发断闸断开的线路。但是，最后还是需要重新把断路器接上，那就需要旁边另一个继电器的运作。先由控制板中发出讯号给继电器，它的运行方式跟第一个继电器相同的，继电器的柱塞往外顶，令卡扣松脱，引发了藏在后面的电机启动。如视频中显示，电机带动拉杆向上推，直到铜套筒完全套上铜杆为止。最后，红色弹簧还得还原原本的状态。原来就是这个电机在后面发力。有没有留意到，在画面一直出现一个气压表？而这个气压表就是为了监测上面气缸内的 SF6 气体，如果发现压力低了，会及时补充。好了，以上讲的是超高压3箱的架空电塔安全断开电路的工作原理。其实也有低中压的电线杆，例如有10000伏和35000伏。由于电压、电流、绝缘强度和灭弧性能不同，断路器的规格也会不同。所以35000伏电塔一般使用真空断路器或油浸断路器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下次见。